1个月前，一位网友发现顺时针摇晃水杯时，里面的茶叶盒子一边被水流推动同向旋转，一边还绕着中轴线逆时针自转。经多次观察确认，茶叶盒的反向自旋现象并不是错觉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正好我也有个同款杯子，顺时针摇晃杯中的水，会看到里面的茶叶沫子周向速度随半径成比例增大，这说明外力的晃动制造了强制涡流。这种涡流的特点就是只有在相同半径的涡线上，各处总水头才能保持相等，导致叶面呈下凸曲线，而且此涡流任意位置的角速度均恒定。由于强制涡的这些特点，所以把圆柱状茶叶盒子放进去，一旦重心偏离轴线而倾斜，就会使侧壁受到更强的外圈水流冲击，于是盒子的上下端边缘附近都受到指向轴线的法向压力，开始旋转起来。同时，外圈水流又在内壁和茶叶盒之间的收敛通道进一步加速，获得了更大动量，继续贴着盒子的顶部曲面复壁运动，最后分离形成涡流，造成顶面局部受到涡流回流的摩擦推力，这样顶面和底面同时受到反向的回流摩擦力，就对盒子轴线形成旋转力矩，于是反向自转起来。根据网友这一发现，有人把水杯子压扁，并把茶叶盒子也压成圆盘，在中间嵌入球体，构成环形腔室，然后给腔室和圆盘都开个缺口，再插入隔板，这样水流从一侧开口通入，转一圈再从隔壁开口出来，就可推动圆盘摆动起来。那么给球体打个轴孔，插入曲轴，就能被摆盘带动旋转，变成摆盘式流量计。在工业上，这种流量计多用于计量管道输送的酸碱性液体。当然，航模爱好者也会将它作为摆盘式压缩空气发动机来驱动螺旋桨，但其实这个流量计最合适的用处并不是为工业服务，而是摧毁工厂，因为它同时也是重量轻马力大的摆盘式发动机，很适合飞向工厂的自杀无人机使用。说话间，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嗡嗡地飞来，这架小摩托看似普通，但实际上它安装了马力更强的摆盘式发动机。只见这款发动机呈圆筒状，去掉螺旋桨以及乱七八糟的配件，发现它的核心和摆盘流量计非常相似，不同的是摆盘活塞两侧都有缺口，并且一侧缺口处还伸出怪异的连杆。原来分隔部件需要将环形腔室分为两半，缺口处的连杆正好从分隔块的开槽伸出，同时该分隔块还连接着燃烧室，把连杆顶端的滑阀装回去，就能随摆盘运动而上下摆动。发动机的进排气口在对面的分隔板处，这里被分为两个开口，一边用来进气，隔壁则用来排气。启动时先靠外力转动曲轴，将密封在空腔下侧的新鲜空气推向燃烧室。接近空腔末端时，空气从下侧进气管进入燃烧室，形成混合气。滑阀逐渐靠近下止点时，混合气被不断压缩，最后火花塞点火，燃气膨胀推动滑阀上行，等连杆让出下侧排气口，燃气便进入隔壁腔室的下侧，继续燃烧膨胀推动摆盘，最后从排气管离去。这次循环曲轴转动2圈，完成进气压缩做功和排气。但燃烧室下侧点火时，后续的新鲜空气已经被密封在进气室的上侧，因此曲轴再继续转半圈，就完成了燃烧室上侧的进气压缩和点火，将燃气排到膨胀腔室的上侧继续做功。这样曲轴每转一圈就点火2次，同时膨胀腔室的上下侧在持续交替做功，而进气腔室上下两侧则持续交替进气，没有停歇区间。因此，这种发动机具有很高的功率密度，同时结构也十分紧凑。由于燃烧室需要两侧交替点火，所以它的缸盖两边都有火花塞和喷油嘴。俗话说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随着爱好和平的人们不断挑起战争，将来这种摆盘式发动机很可能真的出现在战场上。